不传今日，就将这模型拿去钉在床头，让他时时警醒。不传身上担着北洋命运、国家安危。自此刻起，不传誓将竭尽心力操练兵士，卧薪尝胆，忠贞报国。卧薪尝胆，忠贞报国；卧薪尝胆，忠贞报国；卧薪尝胆，忠贞报国。卑职今天长了见识了啊！怎么长见识了？我在屏风后面听得真切呀。大人是杀一个，射一个，讲一个，击一个，一下子凝聚了军心，焕发了众将的忠勇气概。我这辈子大半生都在军中度过，这点办法远也不足为奇啊。但在卑职看来，这实在是用兵之大手笔呀。只是卑职还有一事不太明白。好，大人您为什么不追查军舰走私一案呢？水师不能乱呢。军舰走私一案牵涉面太广了，好几艘军舰，一大批官便水手都牵扯进去了。若追查，势必引起军心浮动，朝廷阅兵在即，稳定要紧。卑职冒昧，卑职不懂得兵法，但总觉得军舰走私事关国体呀。您总应该抓一批，杀一批，才能够起到敲山震虎之势。您视而不见，总不是个办法吧？要杀人，没人比我更便当。北洋在手，军权在握，想杀谁，使个眼色，就会有人忙着帮我去杀。正所谓，身怀利器，杀心自起，为官者不可不戒。倘若有了生杀之权，就嗜杀无忌；有了行政之权，就作威作福；有了度支之权，就为己敛财，甚至有一点小小的权利，比如说县衙的差役、收税的小吏、官员的随从。如果把权力都用得无所不用其极，那真是国将不国呀！幸孙呐，一个当权者有了权力，第一要紧的是什么？不是运用权力，也不是滥用权力，而是要遏制自己的权力欲呀！中堂，此番议论直追骨折先贤，当为今世为官者戒呀！张香帅大才，以为文章千古时，一支笔可以直捣天下苍生，或许他可以做得到。但是一个干实际事的人，一手不能遮天呢。我的恩师曾文正公，一手锦绣文章，一生经世致用，可他所影响的也就是那么几个人，我也只能学得他老人家一点皮毛啊。我的这些诛心之论，也就是用来常常提醒自己。对于我手下那些当差的，只是眼巴巴的瞅着，盼他们能够略修己身，德行职守，遇事有所警戒。哎呀，我讲10分，他们能够听5分，实行1分，我就知足矣。你说的不对，这不是修身的问题。
也不是伦常的问题，不是个人品质问题，也不是好人坏人的问题。一句话，这不是道德问题，这是制度问题。那么，这个制度之下的科举之治，我康某人又为何心向往之？我讨厌科举，讨厌透了。那些章句小楷，岂能考出我胸中锦绣、宇宙关怀？一次又一次的落地，一次又一次的耻辱，但我还是要去考进这个制度中去，因为要改造一个制度，你必须先在这个制度的内部。老师，这就是执着。你们还记得陆九渊的诗吗？昂首攀南斗，翻身依北辰。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这看上去狂放无忌，然其天降大任于斯人之志，直冲霄汉。蝼蚁能捆住巨人吗？栏杆能挡住骏马吗？满天阴霾，终见飞龙在天。老师，今日我给你们讲史。我要讲的还是制度二字，不说盘古开天地，就说三皇五帝到如今，一部5000年的历史，史学家们就写了2个字：道德。那是幻想，他们以为只要讲究这2个字，我煌煌华夏的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大错特错矣！我告诉你们，把这2个字扔掉，埋葬它，它是误国的垃圾。换上2个字，制度。不错，就是这2个字，制度。如今举国腐败，朝政僵化，指望几个做官的讲究操守就能救国？哼，这是天大的笑话！老师，日本国已经变了制度，大清应该学习日本。聪明。日本明治维新，而后才有国势强大，我大清亦必须如此。可先生刚才说举国腐败，朝政僵化，既是如此，弟子以为我们应该行动起来，改造国家，而不仅仅在这里坐而论道。坐而论道？你将这道悟清了吗？只有悟清了这道，才能去干。要想尽破藩篱，守在物彻诸天，要将这上下5000年之旧学一律摧毁之、廓清之。这就需要你们日日以旧事为新，刻刻以旧事为事，然后你们再跟着我一起去
去改革这个僵化腐败的制度。老师，我们不过一介布衣，不在其位，难谋其政，谈何改革制度？没出息，没志向，我白教你了。要干事业，就得一步一步的来。更何况，我带着你们，将要干的是惊天伟地的大事。卓汝，老师，万木草堂之歌都记熟了？记熟了。好，大声吟诵一遍。诸位请起。万木草堂万域名，吉林片语万人惊，更将散布人间事，化身万亿发光明。听说前不久在这儿抓了个日本间谍。是，他用高倍望远镜窥视我水师的操练情况，还绘了一张图。他人呢？放了。放了好。以后就是两国交兵，靠这种诡异伎俩也成不了大气候。大人，这是我昨晚一整夜整理出来的此次阅兵所需军费的开支，请大人过目。等会儿再说。此次阅兵，我们务必要达到3个目的：一，扬我国威军威，让对我怀有觊觎之心的人都有所顾忌，不敢轻举妄动。所以，这次阅兵，我准备把各国公使、领事还有新闻记者都请来，让世界知道我北洋的军威浩荡。二，要让朝廷知道，他们给水师的钱花的是地方，借以平息误议，消弭诽谤。第三，通过阅兵，调动士气，凝聚军心，让我北洋水师的全体将士以为朝廷尽忠为荣，以为身在北洋为荣。哦，还要通过这3个目的，最终达到1个目的。幸孙，你别笑。这个目的虽简单，只有2个字：要钱。但也是最难的呀。哎，雨婷啊，这个钱你打算怎么个要法？依据中堂的意思，这钱有3种要法。你说说看。这上等要法是请在天至定远、镇远级装甲战列舰4艘，约需银500万两。倘真的如此，我大清水师雄视全球矣。中等要法是杨元朗威力的一贯主张，添置几艘吨位虽小、航速却快的兵舰，特别是要购置速射炮。这大约需要150万两银子。郎威里呢？今天怎么没见着他？嗨，意见不合，一赌气跑回英国去了。最不济的，也得更换维修那些老化的设备，添置一些弹药。不过，这也需要60万两银子。那就照这个意思给朝廷上个折子吧。500万是做梦，但是也要让朝廷知道我们做的是什么梦。去争取150万吧，60万是无论如何不能少的，少了军舰就开不动了，即使开动了，我们也只能放空炮。还有一件要紧的事儿。这太后把李莲英给派来了，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大人，您管他什么意思呢？咱们好好巴结他不就完了吗？自古以来，太监没有不爱钱的，多打发几个而已。你以为李莲英就那么好打发呀？还有件麻烦事，他是个太监，被阉过的人上军舰，于军不利呀。哎呀！
有，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呢？他是宫里人呐，咱们巴结的还来不及呢，你怎么能不让他上军舰呢？臣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恭请皇上、皇太后圣安。圣公安。李鸿章恭迎纯王爷大驾。哎呀，少荃，快起来吧！哎，快起来吧！王爷请。啊，少荃请。怎好如此兴师动众啊！王爷奉旨巡阅，直部大小官员、万千将士，都想一沾王爷的风采呀！请王爷登舰，检阅北洋水师。好。请公公留步。这海上无风3尺浪军舰甚是颠簸呀。不是，新政水手年轻力壮，尚且吐得死去活来呀。大总管9居宫中，不比成天鞍马上过来的人，怕你受不了这份折腾啊！自打我应了这份差事，我心里边一直就犯嘀咕。中堂不知道，我从小就晕水呀。李中堂，您真是体谅我。旅顺港内一切都给公公准备好了。多谢中堂大人。那醇亲王那儿就请您多照料了。放心吧，公公。第一炮是你，你去瞧好吧。第二炮你，我不会让丁军们放空炮的。我是最后一炮。哎，说了归齐，你可别不点啊！说什么呢你？哎，那可保不齐。你看咱们都上了天了，觉得还是在地面上溜达着舒服。对呀。那忘了给阎王爷烧柱香了。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谨率全军将士恭迎王爷。
英军们辛苦了，起来吧，起来吧。北洋水师定远号将士，准备就绪，恭请王爷检阅。开始，1级战斗准备，全速前进。Top 3, fight ready. Advance at full speed. 王爷，请看，那就是靶船呐！来了。Hey, the hostile fleet's anchored. Distance 3,800 meters. High explosive shell. Fire! 真是神炮手，打得那么准。High explosive shell. Fire! 丁汝昌，给我炸沉它！是。High explosive shell. Fire! 出了我大清的军威国威。转回码头之后，马上派人打捞尸骨，哪怕是块骨头，也得给我捡回来。遵命。少荃，这是王爷请啊，请。这是，这是我北洋呈给王爷的代天检阅水师图，以示纪念。少荃费心。少荃啊，我得了一首诗。哦，王爷如此雅兴。雕弓玉带出天昌，仕女如山拥秀香。起句归尾，更是皇家气魄。照海旌旗摇电影，切雪一望耀荣光。北洋水师怎当得王爷如此褒奖啊！同携劲旅沿千帆，国拜宜裘列几行。鸿飞9天齐赞颂，
必此荒芜，弗为阳。先生们、贵宾们、各国公使们，感谢大家的莅临。醇亲王李中堂和参观了我大清帝国北洋水师阅兵的诸国的贵宾们，一叙欢迎。在此，我给大家讲一个饶有趣味的事情。你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小洋楼，原来是旅顺军港工程，由法国承包商所建，其欧式的风格、浪漫的情怀，我想一定会给各位带来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在此，请大家举杯共祝，祝我大清帝国皇上皇太后健康。祝醇亲王健康，为我大清帝国和各国之间的友谊，为北洋水师干杯！少々お待ちいただけますかな。请稍等片刻。純真王にお伺いいたしたい。请问醇亲王，帰国のこの度の北洋艦隊閲兵式は、此次北洋舰我が大日本帝国への是否是对我当てつけではございません一か。种挑衅？哪里哪里， No, 这我国和日本一衣带水，这个兄弟邻国嘛啊！笑话！ Ridiculous. 我大清国是在自家的领海里检阅水师，和你日本有什么关系？我想除了小村公使外，再没有人会有这种不正常的想法。怎么回事？定远间放的空炮，病军们，定远主炮只有3发炮弹，我实在舍不得。你这可是欺君之罪呀！电炮的炮手回来了吗？没回来。中堂，他们还有小兰在家里。中堂放心，属下已经派人去办了。李莲英的事办得怎么样了？已经安排好了。你把我的衣服拿来。是。What a peaceful and beautiful night. Peace and quiet should not be disturbed, don't you think? Is that the British Empire's position on the likely events which may occur in this region? No, no. The British Empire is only concerned about its territories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I think you know better than I as to who your real opponent is in this region. Are you talking about me, Mr. Ogna?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friends and enemies can change in an instant. As for Russia, anybody who doesn't harm our interest in Far East is our friend. Mr. Cassini, I'll take your words a reminder and not as a threat. The Emperor of Japan has always respected your country's interest in the Far East, but the lifeline of Imperial Japan must also be protected. So, Mr. Ogna, please tell me as a friend and not as a diplomat, if the Sino-Japanese war were to start now, who do you think will be the victor? Well, a friend of mine,
who works with the Chinese, he's discovered that they have very good firearms, such as battleships, and they are very well trained, as you saw in this afternoon's exercise. So he believes Japan will eventually be destroyed. 来，放这儿。刚刚打上来的鲈鱼，请李公公尝鲜了啊！我听说中堂大人最爱吃这个，还是中堂大人请的。哎呦，这是专门给公公特别预备的，红章啊，还请李公公赏光喽啊！咱虽说是当奴才的，可宫里的规矩大，传了出去，丢的不是奴才的脸，倒是太后的面子啊！哪里，些许孝敬，倒是李公公和德公公给李中堂面子才是。倒也是，没错。哎，你看，哎呀，专门带来说的对，那也不能说。这个人啊，就是爱个排场。还有这个食不厌精。你看，我这管着外务部，洋人的好东西总是要经过我的手啊。那是。哎呀，不瞒公公说啊，这洋人呢，有些东西啊，那还真叫好啊。你就说这洋水果吧，哎呦，真是好吃啊！自打吃上了，你还就离不开了。要不说，中堂大人是好口福呢。Surprise! Gentlemen, with your permission, I'd like to publish what you just said. Is that okay? Yes, of course. But first of all, you can get the views from all the diplomats before you publish it. Of course. Is that okay with you? Okay, and you? So, Mr. Morrison, you're an experienced journalist. Could you tell us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maneuvers of Chinese Navy? What this is a codification of his present and exalted status, because our Chinese Bismarck is at his peak right now. What he's planning to do is to take his entire career and all of his successes and put them on public display. His fortresses, his schools, shipping, hospitals, railroad, warships, and take them all and paint them. He's looking at an enormous scale of 21-gun salutes, thousands of flags, all of them. But what it means is that there's only one direction for him to go. And of course, it's down. It's a very dangerous situation. And it's not clear that he knows that dark clouds are coming from every direction, and they are gathering around his head. And if you listen closely, you can hear the distant sound of thunder. 你看这酒，来，你看，果然不错，真鲜呢。其实啊，最关键的还不是鱼鲜，而是在起锅的时候啊，吊上几滴醋。醋？出来了。来，哟，倒是好看呐，叫什么名呢？法国产的波尔多葡萄酒，前不久法国公使刚刚送来的。2整箱，德公公一并拿去啊！来，使不得，这洋酒怕是李公公都没喝过，咱若拿了去，问个奸越罪，脑袋也没了。哎，中堂大人，您有点累了吧？不累，不累。
是银子能买到这洋酒吗？不行，银子你得到洋人的银行里去换英镑，再用英镑来买这洋酒。哦，买洋酒尚且如此，那咱买冰船更得这么办了。对。啊，这大宗的银子放在洋人的银行里面放心吗？放心呐，洋人的银行有一个好处，他特别看重主顾。您多少款子存到洋人的银行里，不管谁去查，不透露。奉旨去查也不行吗？不行啊。哟，那不成抗旨了吗？您这话不能这么说呀。洋人的银行自有他们国家的法律管着，咱们老佛爷的懿旨，您查不到他那儿去呀。来，干！公公还记得咱们的交情，真让鸿章受宠若惊啊！记得，怎能不记得呢？就拿你送给我那瓶脚气水来说吧，我呀就得记一辈子。举手之劳的事情，公公不必总放在心上。那这么说来，咱们北洋也有银子存在洋人的银行里喽？有时候办事方便。我嘛，当这个太监总管，整天家呀千头万绪的，没有别的本事，就得呀有个好脑子。那些杂七杂八的事儿嘛，记着也就罢了，可是啊，还总得掂量，哪些事儿呢是一定要跟太后说的，哪些事儿呢就不必让他老人家烦心了。中堂大人，你说我有多难呢？这是公公的本事啊，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看起来很简单，可是有些人呢，一辈子都没学会呀。难哦。德公公，是不是李总管要钱用啊？3万5万，我管的招商局、电报局在洋人的银行里还存了一些款子，要不我先给他垫上，如何？不用了，李总管要钱用，再来麻烦盛大人。来，不必了，告辞了。没想到这小子从洋酒谈到了冰船，又从冰船是一下子谈到了咱们北洋水师款子上来了。有的人呐，就是一辈子打雁，到头来反被大雁捉了眼。坐吧。您瞧他们那个阴恻恻的样儿，本来卑职就存了100个提防的心，到了还是让他们把底儿全掏了去。姓孙啊，事情既然已经过去了，就不必再自责。这个事儿也没什么，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大人累了，我是在想那个小村寿太郎。哦，那个日本人呐。你听听他那个声音，真是豺狗之声。日本人不论怎么进化，终是些野蛮之徒，可偏偏对我又存了个觊觎之心，心腹大患。100年后，也是心腹大患。世界最速の巡洋艦吉野を手に入れなければ、帝国海軍は真の北洋艦隊と肩を並ぶことは不可能。よって内閣はこの軍事費の増額と艦隊補強に関する予算案の
審議の可決を要求します。お前らが能なしだから政府が役立たずなんだろうが。我々は許さないようして我々は断固否決する。国の上に苦しんでるのにこんな法案を通せるか。我々は同意しないぞ。何やってんだ。反省しない。こんな法案通せるものか。お前ら内閣は解散しろ。バカ野郎が。お前ら内閣は解散しろ。このバカ野郎が。この役立つの内閣が。おい、いいこんな内閣が入ってんだお前ら。解散だ解散解散だ。どうしないぞ我々は。何を考えてる。解散しないならこっちが出ていくぞ。何を考えてる。なんだ。伊藤内閣はもういい。小村より来電。両日前新国準親王は皇帝並びに皇太后の名において李光省を率いる北洋艦隊の越兵演習を挙行せり。演習を通じ北洋艦隊の勇壮たるや我々を驚嘆せしめ、やがて我が帝国の大陸政策の前に立ちはだかる強固な壁となること必至。すなわち帝国は総力を挙げ海軍補強を図るべし。しからざれば帝国の偉大なる政策も北洋艦隊の巨砲の前に粉と砕け散らぬ。意味がわからないぞ。即刻小村君を呼び戻し、北洋艦隊越兵式の様子を10倍にも誇張して報告させるんだ。この連中の口に李光省の大砲を突っ込んでやろう。これじゃ何も動かないな。